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陪伴我不断努力到现在的我的书桌，因为书桌最能直接代表我所做的努力。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贴在我书桌上的这些便条纸。这些便条纸上面写了许多我对我不熟悉的国外名词的笔记，能有效帮助我记忆它们。例如，本类在英文本身就是书名，然后念成日文的话也非常难记。这边也是，像是这边特别是各种聚合物，在日本的课纲内比台湾多加了3种之多的聚合种类、聚合方式。我特别把它写下来。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我所使用的数学讲义，中间可以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本子是我去那个外面上数学超修补习班。我在高二下阶段就把高中3年的部分的数学部分学完了，然后这个数1到第4册我都每一个习题我都把它好好的写完，然后第5册是我在暑假就是停课那段暑假特别把它再复习一遍，是让我对整个高中的数学更有掌握。可以看到这边每一页都把好好的练习。虽然现在是高3上，但我已经把高中所有范围的数学都学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生物的部分，这3本是我在高1上报名的那个超修生物补习班所用的讲义，然后我在高一下的阶段就把高中生物全部学完了一遍。接下来是这2本，这本厚达600多页，然后有效帮我整理好所有的生物知识，让我有更好的理解。然后这本是我所做的努力，全部都是为了读这本。这本是日本高中，包含了高1到高3所有生物知识的讲义。里面在读这本，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胚胎学，还有其实在读每一章都有很多名词，它是跟英文直接从英文念过来的，所以我在读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可是我最后还是把就是逐字翻译，最后把整本以及习题都写完。例如像那些生物种啊，很多生物种还有那些活化石，他们的日文都跟英文几乎一样，背那边的时候蛮累的。还有最后一本，这本是我读刚刚那本日本生物所做的笔记，能帮助我更有效的把里面的特殊名词背起来。例如这一页，这边是各种荷尔蒙的日文，还有它的作用的，还有名词的对照与中文的对照表，我把它特别整理了一遍。然后后面这边像是降钙素啦、副甲状腺素这些，因为跟英文一样，所以我把它的英文也顺便背了起来。还有这些啊 ，DNA 等等，然后那个感官，然后植物啦、生态系这些，我都把它做了那个笔记，然后并且把所有的名词都重复的复习背起来。接下来是化学，化学是我最晚开始着手处理的科目。这3本是学校的讲义，每一题我都好好做过一遍，打好基础。接下来是2021年1月，我请了家教到2021年9月，我上完了9科纲的无机化学啦，还有理论化学。然后这边是有机化学比较多。
旧课纲的有机化学的教的蛮多的，然后习题我都有好好练习。然后最后主要是这3本，日本高中3年所要学的化学就是这3本，所以我就不多做详细介绍，主要读这3本所遇到的困难还是名词，特别是化学名词，几乎全部都是用英文直接念成日文的，所以呢，我在背这些名词的时候，才会把它们写成便条纸，贴在我的书桌前面。那我随便翻个几页，像这个是聚合物糖类、双糖类啦，还有特别是氨基酸，他们高中还要背20种里面的10种氨基酸，然后还有聚合物啦、硫酸、分类等等，学的很多，特别是苯胺，台湾好像没有教苯胺，在日本有教。最后是题本，虽然时间拉得有点长，但是这些也是我所做的努力之一。这3本数学，这是高1，然后这边是微积分，然后理科我都有写完，然后特别主要日文作文花了我很多时间去练习20-30篇作文，然后这边是我所刷的考古题，这么厚，刷了10几年了。然后最后是我所考试的这张准考证，发给各位教授看。读了这么多日本的东西，其实我也是有好好完成台湾高中课纲的东西。然后这4张是我参与了一些课外活动所获得的证书。这边是阳交大的那个科学研习营，长达好几周。最后的最后，我在今年2021年11月中旬考完日本留学考试之后呢，我仍然买了许多学测讲义，而且就算我现在是5选4，我依然也买了国文啊、地理、公民、历史等等，这是等文组报考的科目，因为我相信这些知识在未来的人生中都一定会使用到，就算剩下50几天。我还是想要好好跟同学一起面对台湾的考试。